如今我们回来了，请你们看分晓吧。顾先生，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，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的，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、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，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。各位前辈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刚刚蔡先生问到，乱世之中，北大将怎么办？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吧。还记得是在1915年的1月，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。后来我又和英语教师亚洲谈到过，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。在当天的日记当中，我大发感叹地写道：无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，可比此邦的哈佛，英国之牛津、剑桥，德国之柏林，法国之巴黎，无死瞑目矣。第二天，我仍觉意犹未尽，又在日记当中写道：国无大学，无国家藏书楼，无博物馆，无美术馆，乃可耻耳。今天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我胡适回到中国，别无奢望，但求一张苦口，一支秃笔，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。哎，同学，看见刘海威和傅斯年了吗？啊，在公示栏下边，就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拿着，不该留在北大里。行，好，咱们挣钱。同学们，我们强烈要求把张勋复辟的帮凶辜鸿铭清除出北大。对，好，绝不允许北大成为清廷遗老遗少的庇护所。对，已经是民国了，像辜鸿铭这样的人不可以待在北大。4年海威，哎呦，可算找着你俩了。小郭，蔡先生正在主持校评议委员会会议，咱们找蔡先生去吧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现在就去找蔡先生。好，走。各位评议委员，今天校评议委员会，等一下，先生们正在开会呢，我们先开会。同学们，不要影响学校秩序，别闹啊！我们不是闹事，先生，我们是响应蔡先生号召，行使我们的权利。对，您没有权利不让我们见蔡先生。大家看到了吧？哎，陈独秀学长，你坐下。请大家稍后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蔡先生来了。蔡先生好。先生好。同学们，你们有什么意见要表达，请讲。蔡先生，我们想请您解聘张勋的帮凶辜鸿铭。对，我们想上北大。你们有辜鸿铭帮助张勋复辟帝制的确凿证据吗？先生，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对，看到了。做学问的不能人云亦云，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北大的学风。你们的想法我知道，你们的意见我也清楚，不过你们的意见必须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决定，我个人说了不算。但是我会负责的把你们的意见提交给校评议委员会，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学习，好不好？蔡先生，我们请求旁听校评议会。对，请求旁听。这倒是个很新鲜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也是由评议委员会来决定，你们请稍后。好的，先生，谢谢先生。想必大家都听到了，请发表意见吧。
这像什么话？校评议会让学生参加，这不符合规矩呀！对呀，这个先例绝对不能开，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一而再、再而三，怎么搞？胡适博士，有什么意见你请讲。各位先生，为了体现我们北京大学校评议委员会的权威性，我们可以允许同学进来参加旁听。为了展现我们校评议委员会的学术性、严肃性，我们可以请学生们自行选出2到3个代表作为旁听者，其他同学继续上课。我同意胡适教授的意见。我同意。我认为胡适博士的意见很高明，好吧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意见做。郭同学，请你们选出几位学生代表来参加，行吗？好。先生，我们3位就是选出来的代表。好，请3位同学代表列席旁听。谢谢先生。其他同学们就都回去吧。啊。好，再见，谢谢。走吧，走。蔡先生，好了，我们根据同学们的要求，现在讨论解聘还是任聘顾鸿铭教授的问题，请各自发表意见。陈学长，这大概是你们文科的事情，你谈一谈吧。关于辜先生是否胜任教授岗位一事，我们文科内部确实有2种意见。一种认为，这个辜鸿铭参与了张勋复辟，有辱师德，应予解聘；另外一种则认为，评聘教授应该是看教学水平，而不是看他支不支持复辟。我们也做过调查，这2种意见的人数相当，所以我们这次并没有把辜鸿铭列入解聘人员名单。蔡先生，诸位同仁啊，我想为辜汤生说2句。据我所知，辜汤生是被张勋硬拉去看戏的，之前并不知道复辟之事，去皇宫面圣确有其事，可要说委任他当外交部侍郎，那是谣传。前2天他来找我诉苦，也是满肚子的懊悔和委屈。他60岁的人了，而且还长着一身花钱的毛病，这要是砸了他的饭碗，就等于断了他的后路。我看还是高抬贵手吧。辜鸿铭主张复辟帝制，有失师德，这种人留着干什么？扫地出门。对，什么叫扫地？辜汤生的问题，关键之处在于要看他是否利用北大课堂鼓动学生支持复辟帝制，反对共和。要是没有，则不应解聘吧。事实胜于雄辩。汤生先生啊，学问大师，你知道啊？辜鸿铭确实在主张复辟帝制，不是吗？不能解聘，他确实做了这些事。来，请坐一下。3位学生代表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回先生话，没有。好，请坐下。可是辜鸿铭在北大上课都没有人听，他讲授的英国诗歌课1年只讲授6首零10几行诗，经常只有1、2个学生。先生们，1年365天，一共才讲6首零10几行诗，这才多少个字儿？掰开了算，1天连1个字儿都不到吧？这种人干嘛吃的？这不误人子弟吗？必须扫地出门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顾鸿铭呢，他教学确实有问题。我向校评议委员会建议，让我与顾鸿铭进行一次劝诫谈话，给他1个月的时间。1个月之内，如果同学们还愿意听他的课，那么咱们就续聘；如果同学不买他的账，那就解聘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好，既然问题解决了，3位同学代表，请你们离席，我们还要进行下一个议程的讨论。
头痛了骨，战烦躁；二痛了骨，金战袍；三痛了骨，倒吃桥；四痛了骨，把病叫。上前过过具有伤，退后难免吃一刀。三军欲也，归隐了好。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啊？老爷，您有心事吧？刘二啊，哎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宣皇帝退了位，要不是老爷您收留我呀，我还能上哪儿去呀？要是我这儿也待不了了，你还能上哪儿？哎呀，老爷，您这话说哪儿去了？我这把老骨头风烛残年了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？况且呢，您对我有知遇之恩呐。老爷，您到哪儿，我刘二就到哪儿。三儿啊，哎，老爷，备车，我去稻香村买南货细点。这，老爷，这动腿儿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。不，我要亲自去。蔡先生，辜教授到了。哦，请。蔡公，佣人见过蔡公。唐生，你来啦？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知道蔡先生是南方人，喜欢南点。我呢，亲自到稻香村买了一点家湖细点给您尝尝。唐生兄啊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知道你本身就不太宽裕，而且平时花销也挺大的。我谢谢唐生兄。哦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来，请坐。哎呦，不用，不烦劳蔡公了，我这儿均有自备。好，你坐。唐生啊，这是由我家乡带来的好茶，你品尝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请坐。好。唐生啊，本来是我应该到你府上去拜访你的，就是因为学校这边呢事情很多，我没法抽身。哦。所以就约请你到这儿来了。现在，我是代表北京大学校评议会来和你谈话。蔡公，请讲。唐生，我要问你，此刻要让你离开北大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，当然不愿意呀。为何？蔡公，当下的中华时局混乱，我辜鸿铭只有北大是我的立锥之地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下面的话就不是危言耸听，我请你认真考虑。我。
是真的要借聘我呀？北京大学校评议会认真研究了你的问题，要我对你进行一次劝诫谈话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让学生回到你的课堂，否则，你就会失去在北大教书的资格。你离开了北大，汤生，你何处还有立锥之地？蔡公啊，你吓死我了！不就是让学生都来听我的课吗 ？So easy。我怕是北大没有那么大的课堂。汤生，你能如此自信？从下个星期开始，我要在北大办一系列的讲座，题目就是论中国人的精神。到时候如果没有学生来听课，我不用学校解聘，我自己辞职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，我愿意立下军令状。蔡公啊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我顾鸿铭全的爱国之心，东西南北，只有你蔡公知我也。我们中华的学校，是叫人明辨是非，激发向美向善的情感，遵守道德的地方。这是我的道场，我不能离开呀，不能够。汤生兄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正是我要听的，我拭目以待。李大钊在中国南方深入考察中国社会，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给予他极大的震撼，促使他开始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进行反思，重新探索中国民主革命道路新途径。系列讲座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主讲人辜鸿铭。时间1917年10月3日至6日上午，地点北大文科小礼堂。10月3日第一讲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10月4日第二讲《中国的语言》，10月5日第三讲《中国的妇女》，10月6日第四讲《中国学》。欢迎本校师生踊跃参加。老吴，听说啊，辜教授现在在东交民校给外国人讲中国人的精神，一张门票2块大洋。比梅兰芳的票价还贵呢，是不是真的？瞎编的吧？这辜鸿铭在北大讲课都没人听，还卖票？是真的。我在东交名校外国人家做家教，
顾教授的名声可大了，他们都说来中国可以不看3大殿，但是不能不看辜鸿铭。你看，这从来没……哎呦，哎，祝先生，祝先生好，行爷先生好。先生，您看，辜鸿铭要开讲座了，不会又要借着讲座鼓吹帝制吧？哎，你别乱说，人家顾教授讲的是学问。这到底要讲什么？你去听听不就知道了吗？先生，我能去听吗？北大现在虽然没有招收女生。走，来，快到前面坐，前面坐。好，这，是，来坐这儿。就可以连校到外校的学生都是吗？玩了这么多，你说我这样解释，没想到辜鸿铭先生这么受欢迎。可不是嘛，在使馆区可是一票难求。已经可以商量，我说的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啊！到前面坐。多喜欢，很大呀。诸位同学，我知道你们笑什么，笑我头上这根辫子。你们看，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。在座的各位同学，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，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。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，我的辫子是有形的，顶在头上；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，藏在心里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啊，穿上了西装，满嘴的 English， 洋人就会高看我们。恰恰相反，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，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。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，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。好，下面开始我的讲课。同学们，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。这个题目我给洋人讲了好多次，但是我给他们讲课，每人要收2块大洋的门票，而且我坚决不给他们插话和提问题的机会。
当然今天不同了，我是在北大的课堂上给我自己的学生讲课，这既是我的讲演，也是我们之间的交流。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，你们可以提任何的问题，我一定给予你们满意的答复。何为中国人的精神？众所周知，在当今的世界上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。比如说美国人，他们淳朴博大，但是他们不深沉；英国人淳朴深沉，但是不够博大；德国人博大深沉，但是没有淳朴。我听过一些外国朋友跟我讲啊，他们在中国居住的越久，就越喜欢中国人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郭先生，别卖关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先生，别卖关子了。对呀，别卖关子了，先生，别卖关子了。为什么呀？您说说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快说！好，我现在就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思想、性格有很多的弱点，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，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，那就是温良。什么是温良啊？郭新刚同学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回先生话，学生以为温良就是温顺和懦弱，温良是一种不好的精神，而恰恰体现了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一种缺陷。No， 错！温良不是温顺，更不是懦弱。温良是一种力量，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，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。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，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，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。朱教授，您能再说的具体通俗一些吗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为什么与欧洲人相比，我们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？因为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心灵生活，心灵的，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，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，后者枯燥无味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。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是体谅、照顾他人的情绪。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，他们会将心比心，以己及人，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。当然，日本人也讲究礼貌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，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，是一种名贵的、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。
顾教授，您的意思是，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，外国人用脑，对吗？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辜鸿铭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区在东洋，士在北洋，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：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？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，过着心灵生活的人。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。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，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。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，虽九死而无悔。陈学长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？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一个请求，能否请辜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大操场？好。做呀，搞得热火朝天。现在除了北京大学，所有北京的高校，都掀起了一股大家好，中国精神的热潮。这个张世钊昨天告诉我说呀，辜鸿铭现在成了辜旋风了。尽管我不大同意辜教授的有些观点，但是这次讲座还是充分显示了辜教授他的学术功底，我打心里是佩服的。是这样。哎呀，娘，对于我们这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呀，这个辜鸿铭的观点啊，倒是个很好的提醒，提醒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呢，不要走极端。哎，平心而论啊，辜教授他的观点，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，是无可厚非的，而且很有裨益。但是他总想把学术研究来作为他政治倾向表达的一个平台，借以表达他复古的主张，这就很有害了。你看他后2天的讲座，又在有意无意间鼓吹他的帝制了。哎呀，好嘞，蔡先生。辜鸿铭呐，他是个怪才，文学狂士，他不出格就别计较他。不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要。中府跟我说呀，他说我们北大不应该成为复古派的讲台，你怎么看？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，但现在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啊。中府还说让你在北大要举行一个讲座，讲讲新文化和文学革命。新文化它有一个整体架构，凭我一己之力，我很难担当。但是如果把我们新青年的各位同仁组织起来，集各家所长，来办一个新文化的系列讲座，必定是事半功倍的。这是个好主意。走，我们现在赶快去找中府去。好嘞，蔡先生。
好，请。大赵先生，好消息啊！江苏督军李纯已经决定聘任你为督军府的法律顾问，专门让你负责处理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宜，而且最近还要准备委派你去日本考察，这可是个肥差呀！大赵先生，恭喜你了。白先生，我约您出来是想跟您告辞的，因为我要回北京。回北京？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你去北京干什么？我已经给李督军说了，准备派人把你的家人全都接到南京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你时来运转了。我曾经立过誓，此生绝不为官，而且眼下国难当头，我还是做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儿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呢，大钊先生？老板，茶去。谢谢白先生的提醒。不客气。大钊先生，你要仔细考虑考虑啊。告辞了。考察江南期间，通过对伪调和论、伪国家主义和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批判斗争，李大钊逐渐开始丢弃对西方民主制和议会政治的幻想。他提出，对于像袁世凯、段祺瑞那样的反动暴力政治，善良公民有革命的权利。11月11日，李大钊毅然放弃朋友推荐他做官的机会，北上北京，踏上了以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为使命的新道路。首长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我真是高兴，一回来就见着你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胡适教授，今天也是慕名特意来见你的。胡适先生你好。先生好。久仰首长先生，世言辛苦了。首长，你回来就好了。我们新青年同人编辑也可以正式开张了，下一期就是你负责，怎么样？百日面壁，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。好，有什么心得说。一言难尽啊。哎，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晚上咱俩聊通宵。咱们3个人，今天咱们3个一醉方休。好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早就想听一听首长先生高见。哎，高见真谈不上，但是据我百日来的心得体会啊，我觉得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精英层面的思想启蒙，还要改造社会。钟府兄恕我直言，我觉得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。首长，今天的相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辩论啊。
Thank you.